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加拿大政府下令强制仲裁，结束2家主要货运铁路公司不足17小时的停运，避免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经济造成严重干扰。下一条 ，Intuit 预计2025财年收入高于华尔街预期，原因是其人工智能驱动的财务管理工具需求增长，尽管近期涨价。接下来这条，日本股市表现出韧性，而其他亚洲市场开盘走低，投资者为杰罗姆·鲍威尔在周五晚些时候发表的评论做准备。接下来这条，谷歌将向加州提供大量资金以资助当地新闻工作岗位，但批评者认为这笔交易令人失望，主要受益的是科技巨头。加州立法者放弃了要求科技公司支持新闻媒体的法案，以换取谷歌的经济承诺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元平静，因交易员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，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则试图安抚市场，此前上月意外加息。接下来这条，受需求疲软、产品价格暴跌及美方调解加沙停火影响，油价本周将下跌，创下1月中旬以来的收盘低点。接下来，台湾星光金融控股公司同意与一家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合并，这引发了星光与另一家追求者中信金融控股公司之间的收购战。接下来这条，日元对美元汇率涨幅扩大至 0.7%， 因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，如果经济和物价符合预期，央行仍将继续加息。下面这条，新加坡银行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将中东地区收入和私人银行资产提升至 20%， 目前该地区约占 10%。随着亚洲和中东成为财富管理的增长点，该银行将评估将迪拜作为未来预定中心。接下来，副总统哈里斯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，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竞选冲刺。他面临的挑战是利用该党因其迅速崛起而焕发的热情和兴奋，这相当于对哈里斯的生存考验。他仍未在许多选民的心中形成明确的形象，并且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来构建和保持一个获胜的选举联盟。接下来这条， Forward Through Ferguson 致力于促进种族公平和警务改革，尽管最初收到大量捐款，但该组织已看到资金不断减少，这在依赖公共捐款的非营利组织中很常见。下一条，中国在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，现在正积极发展电池驱动人形机器人，有望取代流水线上建造电动汽车的人类工人。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，多家中国公司展示了设计用于工厂和仓库中的人形机器人。让我们关注，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即将发表讲话前，亚洲股市表现不一，市场谨慎。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将逐步加息。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，制造业萎缩，服务业增长。预计美联储9月会议将首次降息。接下来，预计明年雇主医疗保健成本将上涨 8%至 9%， 部分原因是 GLP-1 的使用增加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时隔55年 ，GAP 正式更名股票交易代码为 GAP， 标志着公司将尊重传承，同时致力于通过转向文化相关性而重新焕发竞争力。CEO 理查德·迪克森领导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聘请扎克·波森担任设计主管，改善网站和产品，并强调财务和运营严谨性，以振兴品牌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